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立秋后要多吃南瓜，今天分享一个南瓜非常好吃的做法，加4个鸡蛋，不烙饼，不油炸，出锅外酥里软，比面包松软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一块老南瓜和4个鸡蛋，我们先把鸡蛋放一旁备用，接着来处理老南瓜。把南瓜放在案板上，用刀像我这样把南瓜皮去掉，因为南瓜皮很硬，非常影响口感。去皮后再把南瓜对半切开，再给它一分为4，再取一小块南瓜，用刀把南瓜瓤和籽去掉。去籽去瓤后，再把南瓜切成薄片，尽量切得薄一些，这样更容易蒸熟。切好之后放入大碗中，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5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戳一根筷子下去，能够很轻松就能戳穿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倒绞肉机中，盖上盖子，给它搅打成南瓜泥，尽量多搅一会儿，搅得越细腻越好。搅好后，再把它倒大碗中，像这样细腻的南瓜泥就可以。这里的南瓜泥呢，一共有90克。接着准备5个鸡蛋，把它打入大碗中。这个大碗呢，一定要提前用厨房纸巾把里面的水汽擦干，确保无水无油。鸡蛋的量呢，根据家里人的数量来定，我家人数多，就打了5个。鸡蛋打好后，再准备一个这样的勺子，用勺子像我这样把蛋黄舀出来，让蛋黄与蛋清分离。舀出来的鸡蛋黄把它放南瓜泥的碗中，全部舀出来以后，再用保鲜膜把蛋清密封起来，放冰箱冷藏着备用。再用蛋抽搅拌均匀，让南瓜泥和鸡蛋黄完全混合在一起，尽量多搅一会儿。搅匀后再倒入110克低筋面粉，继续用蛋抽搅拌均匀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哪里有干面粉就往哪里搅拌。搅拌的过程中，如果觉得非常浓稠，再往里边加入一些纯牛奶。纯牛奶呢，要分次少量的倒进来，继续搅拌均匀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细腻顺滑无颗粒状的面糊，提起蛋抽，面糊能滴落下来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再加入20克玉米油，继续用蛋抽搅拌均匀，让玉米油完全融入面糊里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细腻顺滑的状态就可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把蛋清取出来，往里边加入几滴白醋，去一下蛋腥味。然后用打蛋器先低速打发，然后转中速打发，打发1-2分钟左右。把蛋白打发至出现这种大泡泡时，往里边加入20克白糖，继续用打蛋器高速打发，像我这样转着圈的打发，打发至泡泡变密集时，再加入20克白糖，继续用蛋抽打发。这一步呢比较漫长，一定要耐心一些。打发至蛋白霜能看到明显的纹路时，在第3次加入20克白糖，继续用蛋抽高速打发。所以在打发蛋白霜的过程中，糖一定要分3次加进来，这样糖才能更好的融入蛋白中。如果一次性加入所有的糖，糖可能会沉在底部，导致蛋白打发不均匀。其次呢，分次加糖有助于稳定蛋白的结构。在打发蛋白的过程中，糖可以增加蛋白的粘性和韧性，可以使蛋白更加的稳定，不容易消泡。再者呢，不同阶段加入糖可以控制蛋白的打发程度。最后打发至提起打蛋器呈现这种倒弯勾角不容易消失就可以了。然后用刮刀舀出1/3的蛋白霜，放入蛋黄糊的碗中，用翻拌或者是切拌的方式给它拌匀，千万不要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那样蛋白容易消泡。可以像我这样用铲子抄底翻拌起来，再像炒菜一样给它拌匀。
拌匀后，再把它倒蛋白霜的碗中，再继续给它翻拌均匀，让蛋白霜和蛋黄面糊完全混合在一起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细腻顺滑的状态就可以，用刮刀舀起一勺面糊滴落下来，是一坨一坨的掉下来就可以了，有很好的堆积效果。像这样就可以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几个这样的锡纸盒，如果有蛋糕模具的，用蛋糕模具会更好。用勺子舀出蛋糕面糊，放入模具中，每个锡纸盒呢放1到2勺，装8分满就可以。全部放进来以后，再像我这样震动一下锡纸盒，表面会更加的平整。就再撒一些白芝麻点缀一下，这样吃着会更香。全部放好后，烤箱提前预热5分钟，把它放入烤箱下层，上下管170度烤30分钟。每家烤箱的脾气不同，烤的时间根据自家烤箱来定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！表皮金黄金黄的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再把它取出来，晾制不烫手的时候，取一个蛋糕转动一下，然后倒扣脱模，看一下底部也是非常的漂亮。装入盘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南瓜小蛋糕就做好了。这款南瓜小蛋糕的口感真是绝了，它的膏体湿润绵密，轻轻咬上一口，南瓜的香甜与蛋糕的醇厚完美融合，甜而不腻，每一口都散发着浓郁的秋日气息。这样做的南瓜蛋糕，外皮微微酥脆，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，而内部则如云朵般柔软，入口即化，让人回味无穷。无论是作为早餐搭配一杯热咖啡，还是下午茶时的小点心，都超级的合适，连挑食的孩子都非常喜欢吃，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